小袁，今天怎么来这么早？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你稍等一下啊。20强名单出了。哦，我看了，没有我。我知道大家可能会对部分选手的比赛结果迟疑，所以我们专业评委的评分最后呢也是会拿出来公示的。我们很尊重大家的意见，30%的最后的比赛结果是来自于网络的，但这毕竟是一个专业的比赛，所以专业评委的他们的意见，我们也会充分的去尊重。那对于热门选手江小媛没能晋级，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哦，江小媛，她好像是第21名是吧？对，好遗憾呀，就差一点点。确实，她挺聪明的，而且也很懂得比赛的策略，会博人眼球。但是我们这毕竟是一个专业类的比赛，有业内的标准。光会耍小聪明肯定是不行的。现在的情况很不妙，范小小公布了专业评审的打分，至少在程序上就不存在所谓的黑幕了。我就知道他会这么做。对不起啊，让你白忙活一场。你道什么歉啊？没有你，他一样会针对我。可惜了，20强之后就会录制真人秀。我原本想着你能录上1场也行，没想到这么快。那是因为他怕我们一旦有了曝光的机会就能翻身。要是我也能参赛的话，说不定能夺冠呢。江小媛，我有个问题很好奇，你哪来那么多自信？大哥，有绝世好导师天天在旁边指导，就这么自信，不行吗？行。别灰心，我再想想办法。确实是范总那边的意思，要让江小媛出局，应该是他们星河今年也安排了自己人参赛，怕被抢了风头。有没有可能设置复活赛？不用你说，早跟上面提过了，上面总会回复的。搞复活赛，要么是有人能够提供资源置换，要么就是选手自带流量，否则平台凭什么出面去跟范总谈判？吃力又不讨好。小袁现在的话题度不行吗？差远了。一个新人美妆博主能有多少粉丝？更何况，舆论风向早就偏向范总那边了。不好意思啊，这次师兄也帮不上忙了。我算是看明白了，他们就是怕我红，红了之后就会彻底脱离他们的掌控。关注你的人越多，他就越不好对你下手。有些秘密到时候就藏不住了。江小姐，看来你没有听进我的忠告啊。齐总，我个人的事情不需要你管。你糊涂啊！被这个女人骗一次还不够，还上赶着替她卖命。我们齐家是不会让这样的女人进门的。齐总，都什么年代了，您门第观念还这么重呢？再说了，我能不能进齐家的门，好像您说了也不算吧？你怎么跟我说话呢？我是祁连的父亲，你看见了吗？
他怎么跟我说话的？要想获得别人的尊重，首先您得是一名称职的父亲。祁连最需要人关爱的时候，您这位父亲在哪儿呢？还是等他肯认您了，我再把您当长辈吧。咱们走吧。哎，气死人了！白跑一趟不说，还多得罪了个资方，这下是真没可能继续参赛了。以后还有机会，我相信上天不会辜负努力的人。对，现在工作室的订单也变多了，即便不靠参赛曝光，我们也可以稳定发展。将来我还可以考一个高级证出来。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要想得到一样东西，首先要让自己配得上它。哎，我刚才对你爸会不会太过了？不会。可是，他肯定不会让我进你们祁家的门啊。大不了，就我进你们江家的门，开门进去，收吗？你可想清楚啊，很亏的。不亏，以后你就是一家之主了，记得罩着我。好，罩着你。小袁，小袁，醒醒，快回去睡吧啊！我们现在是在创业，又不是在搏命，累坏了身体可怎么办？快醒醒！走，回去睡。小袁，你没事吧？没事，有点低血糖。低血糖？症状怎么又出现了？我以为我已经克服过去了。小袁，你先吃颗糖。小袁，你这脖子上怎么有个疤？以前是做过什么手术吗？没有吧？什么没有啊？一天到晚稀里糊涂的，自己有没有疤都不知道。这样吧，我给你放2天假，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那咱们店的营收怎么办？我这个做老板都没计较 KPI， 你瞎操什么心啊？赶紧回去睡觉。到时候要是生病了，我去哪找这么卖力的员工啊？走吧，我扶你。啊，让我再歇一会儿吧。你是不是之前脑部做过什么植入手术啊？那个脖子后面有块芯片了。芯片？从你近期的症状来看，比如说四肢痉挛、看到幻影，很大程度上跟这个手术有关。我还是建议啊，你还是到以前给你做手术的这个医院去问一问。
那您能看出来我这个手术是什么时候做的吗？从这个刀口来看呢，应该快1年了。你们医院能帮我取出来吗？这个手术的风险比较大，很大概率啊会对你这个神经造成损害。但是如果不取出来的话呢，很有可能还是会对你这个神经系统造成损伤。我还是建议啊，你还是到你以前那个医院去问问吧，毕竟我们对芯片的植入状况也不是很了解。芯片这件事儿，祁连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上次我住院，你让我留院观察2天，就是因为这个芯片吧？你都说好了，什么都不瞒我的，为什么不告诉我？没告诉你是担心你害怕。其实它不影响你生活的。影响的，医生说了，取出来会有影响。不取出来也会有危险，我不想像霍伯宇那样。别哭了，我已经找到这块芯片的研发公司了，可以安全取出来的，真的没事儿。好吧，现在除了相信你，也没有别的办法。那，开心点儿。你都把我当小孩，你不就是小孩吗？走吧，送你回去。如果你还满意的话，下次可以再来。好的。稍等我一下，小袁，你怎么才回来？你怎么了？哦，没事。哦，等你的。你好。你好，我是国际美妆的总经理。我非常喜欢您参赛的春日新娘主题作品，可否方便谈谈合作？啊，好，您坐。祁连，你托我找的那些参与灯塔系统研发的其他研究员有回复了。这么多年了，他们都各自去了不同的实验室，花了我不少的功夫才找到啊。那他们还记得当初的试验者都有谁吗？记得。当年参与实验的总共就2个人，一个就是你，祁连。你就是灯塔系统的1号实验者。难怪当初你会说自己是诺亚的朋友。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范晓晓。难怪他知道的这么多。但我在实验结束之后，根本不记得明光实验室跟灯塔系统。为什么范晓晓还会记得？只有一种可能，他的实验失败了，记忆没有被彻底的覆盖，
还留下了一点后遗症。而且诺亚应该就是因为他，才认定灯塔系统存在一定缺陷，所以向总部申请了芯片，打算在下一次系统升级时使用。我猜他是想治好范晓晓的。是啊，没想到明光实验室突然就倒闭了。范晓晓提出收购明光实验室，而且还跟诺亚发生了几次争执，恐怕诺亚的死跟范晓晓也脱不了干系。难道范晓晓是担心自己的后遗症得不到医治，所以才偷了灯塔系统？诺亚当然不会放任他不管的，何况合同上写的明明白白，责任方是明光实验室，他们只是资金遇到了问题，需要点时间去解决。范晓晓应该是不相信诺亚了。他看到明光实验室打包了所有的仪器，准备迁走，就以为自己被放弃了。我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做的，但结果就是他杀死了诺亚，还调包了运输车上的睡眠舱，利用一场车祸毁尸灭迹，最后带着灯塔系统躲了起来。这个女人疯了。可就算她拿到灯塔系统，又能做什么呢？一开始他是做不了什么，但随着他一步一步往上爬，慢慢有了钱和资源，再利用丈夫送给她的游戏公司，以诺亚方舟的名义重启灯塔系统。她甚至还学了诺亚的做法，重新招来了2名试验者，给他们的大脑植入了芯片。事到如今，只能是报警了。刚才这些都是我们的推测，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哎，对了，江小姐体内的芯片就是一项有力的证据啊。这款芯片在出厂的时候都会被刻上编码，每一块都是独一无二的。从什么渠道、由谁购买也都是有记录的呀。所以我们也要等一等。等江小姐体内的芯片可以取出了，我们就可以替诺亚报仇，将范晓晓绳之以法。只怕范晓晓也在等着拿到这块芯片。进来。江小媛凭借之前的作品跟我们的品牌方达成了合作，品牌方已经答应为江小媛开批复合同的。他可真有本事啊！那既然是品牌方的意思，我们是不是？我用得着你提醒吗？啊！对不起。抱歉，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抱歉。没关系的，范总。范总，没事没事没事。您是又头疼了吗？你先出去吧，我自己待会儿。范总，您每一次进入灯塔系统改写记忆，都会遭遇临界点，
过不去，您又会借助灯塔系统再次改写记忆，这样循环往复，都已经7次了。您的身体也到了一个极限。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您的整个神经系统也会崩溃的。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钱让你们升级系统，我等的就是这种答案呢，啊？我要你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能尽快的找到一个成功实验体的数据的话，也就是江小媛脑部的芯片，我想应该能够完成升级。不能再等了，要尽快取出江小媛的芯片。要是等她参加决赛，获得更多的关注度和曝光度，就很难下手了。20强决赛的录制将在7天后正式开启，届时请选手自带1名化妆助理，共同完成任务。请助理要不少钱吧？我一个人去得了呗。别人都有2个人，你就1个人，不怕输在起跑线上？他做那活我也能做，能省则省呗。抠死你得了！我就抠。喂，祁连。喂，范总想见你。让他死了这条心吧。蒋先生，范总割腕了。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要来到他的世界？江小姐，您再不回来，总裁会着急。许特主，你在我们的世界已经成为了可以呼风唤雨的小公主，而现在的世界，您连生存下去都是问题。您还在做那些什么？江小姐，你应该回来，你必须回来。回来！他怎么样了？医生说只是低血糖，但我们都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白先生，你不是说芯片绝对安全的吗？为什么他现在的状况越来越差，连正常生活都开始受到影响了？芯片本身一定是安全的，我可以保证。它的作用只是记录数据。江小姐最近是不是开始看到一些幻觉了，或是偶尔有头痛、耳鸣、四肢不受控的情况？是，我都不敢问她是第几次了。我怕问了，她反而会更害怕。我跟她说过，只要芯片取出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现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最后到底会变成怎么样。据我所知，这可能是灯塔系统实验者的正常现象吧？正常现象？上一个在我面前的实验者他已经死了。你别激动，别激动。灯塔系统可以给人创造梦境，改写最痛苦的记忆，但实验者终归还是要回归现实的。人的大脑呢，也会本能地对外力做出抵抗。当这两种力量到达某个临界点的时候，就会出现我说的那些症状。不管是你还是范潇潇，都经历过这个阶段。那诺亚当初是怎么帮我度过这个阶段的？你们设计实验难道没有应对方案吗？抱歉，诺亚也是经过实验才观察到这个现象的。当初他给不了你们任何技术上的支持，应该是你自己克服了这个临界点。那范晓晓呢？她的实验结果是失败，是不是也和这个临界点有关？恐怕是的。所以小袁现在的实验结果，都还只是未知数，对吗？那现在就没有任何我可以为他做的事情了吗？真的很抱歉。我记得诺亚曾经说过一句话：“天助自助者。”祁连，醒了？头还疼吗？医生说你太忙了，有点低血糖。你这么一说，我好像突然有点饿了。等着。特意买了2个你喜欢吃的菜，结果一回来，你就倒在地上了。
我发个朋友圈纪念一下。哎，那个，明天咱俩去约会呗。认识这么久了，还没有正式约过会呢。好。为什么觉得下有点辣？我想骑自行车，我还想放风筝。无助的时候，嘿，还有我 ，Say hello， 我想你模糊轮廓，慢慢靠近的我，每个角落，现在沉睡中醒来。等待着你很久 I could just go anywhere with you Cause you are my favorite thing to do 像月光落在手中像流星铺满心中 I could just go anywhere with you You are my favorite thing to do 你会不会打给我深藏的脆弱江氏集团江秀媛初次见面请多关照请多关照你的自我介绍呢祁连，自媒体人，有幸能与江娜小姐共进晚餐，荣幸之至。自媒体人啊，我从不跟无名之辈吃饭的。虽然是无名之辈，我也奉上一颗忠心。献给公主殿下。我今天好看吗？你在我眼里，早就像星辰一样耀眼了。那你会永远记得我的。